欢迎来到新闻和活动频道，请订阅和分享已更新有关当今最着名明星的最新信息。五一档电影来了，王一博新片预售不敌港片，杨幂新片票房或垫底。随着五一假期的临近，一系列定档于假期的电影纷纷展开了多姿多彩的宣传攻势，力图在观众心中抢占一席之地。尽管影片类型涵盖了动画、犯罪、喜剧及爱情等多个维度，但每个类型下的代表作品数量有限，尤其是动画电影数量显著突出。相比之下，其他类型的选择显得较为单一。在紧锣密鼓的预售活动中，2024年五一档新片票房排行榜已初露端倪。港产犯罪片《九龙城寨之围城》一马当先，位居榜首。其后是动画力作《间谍过家家》白与动作巨制《维和防暴队》分列2、3位。九龙城寨之围城以其上世纪80年代的背景、黑帮世界的风云突变以及深刻描绘的兄弟情谊，让人不禁联想起昔日风靡一时的《古惑仔》系列，那份热血与激情，无疑是其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中脱颖而出的利器。面对近年来港片整体的示威，此番集结古天乐、任贤齐、林峰等实力派演员，以及洪金宝这样的重量级前辈，无疑为港片爱好者点燃了复苏的希望之火，预示着一股强劲的复兴之力。另一边，维和防暴队凭借黄景瑜与王一博两位兼具实力与流量的演员搭档，聚焦维和警察的英勇事迹，意图在战争动作片的热门浪潮中乘风破浪。黄景瑜先前在《红海行动》中的军人形象深入人心，而王一博在《长空之王》中的突破表现也赢得广泛好评，两人的首次合作令人期待满满。此外，榜单上其他真人主演影片同样各具特色，如融合悬疑与喜剧元素的《没有一顿火锅解决不了的事》，由杨幂、于谦等携手呈现一场意外交织的命案迷局。纯粹喜剧《末路狂花钱》则集结贾冰、小沈阳等笑星，讲述了一个啼笑皆非的生命末路挥霍之旅，展现人性与友情的另类温暖。穿过月亮的旅行这部爱情佳作，由年轻才俊张子枫与胡先煦携手演绎，讲述了一段新婚夫妇因职业使然分隔两地，却在某个意想不到的假期里共同踏上了一场满载温情与浪漫的重逢之旅。在当前的票房统计中，没有一顿火锅解决不了的事，虽然总体票房暂时拔得头筹，但细致分析揭示出其背后的复杂情况。该片的首日及档期预售成绩实际上逊色于《末路狂花钱》与《穿过月亮的旅行》这一表象的领先地位，实际上是由于早前点映及电影节特别放映的收入计入，造成了一种误导性的领先优势。若仅考量正式预售阶段的表现，没有一顿火锅解决不了的事的票房成绩实则落后于其余两部影片，甚至在真人主演的电影中暂居末席。这一现象部分归因于该片先前的定档变动及点映策略，使得其初始数据包含了更多变量。对于主演杨幂而言，近期在《哈尔滨1944》中的表现争议不断，导致其公众形象受损，口碑滑坡。没有一顿火锅解决不了的事预售的平淡反响，无疑是其职业生涯面临挑战的又一佐证。观众的信任与期待似乎正逐渐消磨殆尽。无论是首日票房的直接对比，还是观众期待度的间接衡量，没有一顿火锅解决不了的事在真人影片中均排名靠后，预示着其可能在五一档中遭遇票房低谷。反观五一档动画片领域，《间谍过家家》白与哈尔的移动城堡的强势入榜，与国产动画小倩的缺席形成了鲜明对比，凸显出国产动画仍需奋力追赶的现状。五一档预售票房的反馈清晰映射出观众审慎且具洞察力的选择。王一博在《追风者》中的演技进步广受赞誉，
观众的正面反馈转化为对新作的大力支持，而杨幂则因哈尔滨1944中的表现遭受批评，影响了观众对她的新片购票意愿。这再次证明，无论艺人光环多么耀眼，最终能够持久赢得观众心的，唯有不断提升的演技实力。期望所有五一档的演员们都能以精湛的表演回报观众的每一份信任票，不负期待。